大家好，我是 Judy， 你们好吗？我今天要带你们完整的开箱我在美国西雅图的办公室。我平常呢都是在一个叫 WeWork 的共享办公室上班。那为什么我会在一个共享办公室上班呢？因为我的公司的总部其实是在加州的矽谷，那我现在是住在西雅图，所以其实我一直都是远距办公的状态。那我们公司对于远距工作的员工有一个还不错的福利，就是如果你想要有一个办公室的话，就是在一个办公室的环境工作，它就会给你一个 WeWork 的 office， 所以你还是有一个 office 可以去上班。共享办公室的共享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你是不是跟着一个公司，只要你每个月有付他的月费，你都是可以来这个共享办公室享用它的会议室、它的公共空间，还有它的一些服务的。那全世界呢，其实很多城市都有这个 WeWork 共享办公室。我记得台湾也是有2个 WeWork 办公室的，在101的附近。那我今天呢，就是要带你们参观在美国西雅图的 WeWork 办公室。现在西雅图总共我印象中好像是有5个还是6个办公室的，那这是其中一个。不啰嗦，开始。如果你是 WeWork 的会员的话，会员他就会先给你一张卡，你每次进来的时候都是用这张卡就可以进入这个共享办公室。所以你进来的时候你就刷一个卡，然后就可以进来了。来。好，你现在这边看到的就是 WeWork 的 Office 的前台。平常8点到5点呢，前台都是会有人在的。如果你是会员的话，你进来就什么都不用做，你就是去找你的位置就可以开始办公。如果你是会员带来的朋友，那你就要先做一个 check in 的动作。没错，会员是可以带朋友来的。你只要在他的 App 上面先 register， 那你就可以带朋友来这边。我们先看看厨房的部分。厨房呢，就是会有垃圾回收区，有分厨余、资源回收，还有一般垃圾。旁边这2个呢，就是咖啡机、磨豆机。这2个其实你是完全不需要碰的，因为他们这里有工作人员，从早上的时候就会开始做咖啡。一到这个办公室的时候，通常都已经有热咖啡可以喝了。然后一整天呢，他们也会持续的加，所以你都不需要操作这2个。在旁边呢，就会有一个饮水机。这饮水机我想特别介绍一下，因为我真的觉得它非常的卫生。它是感应式的，手放在这边，它就可以出冷水，按一下，然后它就会出热水。这个在 COVID 期间我真的非常的棒就很卫生，还有我自己家里都很想要买一个。然后通常在饮水机的旁边呢，都会有一些茶包等等的，你可以泡茶来喝。再来这边呢，就是它的 tap section， 会出不同的饮料，你都可以喝。这4个饮料呢，分别是青柠的气泡水，第2个是 kombucha。kombucha 我真的不知道中文是什么，很多外国人喜欢喝的饮料，但我自己不是很喜欢那个味道，所以我还好。然后它有一个百香果茶。再来是冷萃咖啡吗？就是 cold brew coffee。平常这4个，如果是有 cold brew coffee 的话，我一定会去喝那个咖啡的。但是它的咖啡是酸类的那种口感，我比较喜欢偏苦的那种咖啡，所以那个我就很少喝。我大部分都是喝青柠的气泡水或者是百香果茶。然后再来这边就是刚刚前面所提到的热咖啡的部分，工作人员会确保就是这2个里面都是有热咖啡的，所以你一到厨房，你就可以直接拿咖啡了。那下面有一个小冰箱，这里面有几种不同的牛奶，所以你就可以有不同的选择。那通常杯子用完呢，我们就会把它放在洗手台这边，就会有工作人员去做清理。然后再来是微波炉跟制冰器。平常礼拜1到礼拜4，我自己都是带便当的，但礼拜5就会出去外面吃。那礼拜1到礼拜4的时候呢，我就会把便当拿来这边微波，很方便。那制冰器的话，如果我想要喝冰咖啡的时候呢，我就会从这边加冰块。最后是这个冰箱，很多人呢会 lunch prep， 1周的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做好接下来几天的午餐了。那可能礼拜1的时候就把他所有1个礼拜的午餐放到这里面，所以他每次出门的时候就不用大包小包的，就已经都在这边了。那我自己的话是2天，我礼拜1来的时候会带礼拜1跟礼拜2的午餐，礼拜3的时候带礼拜3跟礼拜4的午餐，然后就会放在这边。其实你平常不太需要带自己的餐具，除非你一定要用什么筷子之类的。那这边汤匙、叉子、刀子都是有的，所以这就是厨房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去看看办公区。顺带一提，每一个 WeWork 都会有一些他自己的小巧思，会在白板玩一些游戏，有的时候不是游戏，就是写一些东西让大家做互动。那今天这个就是大家喜欢哪一个冰淇淋？之前还有什么票选西雅图最好吃的餐厅，还有票选最好看的书，每个礼拜都不一样。好。
我们正式进入到办公区。来 ，WeWork 它其实是有分不同的方案的。如果你是个人，只是需要一个 desk， 你不是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位置的话，或者是固定的办公室，那你就是最基础的这个会员。大部分这些会员就会在公共的区域办公。通常早上的时候呢，这一排就完全就是被占满的状态，因为这一排就感觉很 cozy， 有没有很像在咖啡厅的感觉？所以早上这一排就会被占满。但是大概到差不多10点左右，这边也会被占满。然后它这个桌子的中间呢，都是有插头的，充电都很方便。这就是公共办公的区域啦。我自己平常没有开会的时候，其实我就是出来这边的。天气很好的时候，它有大片的落地窗，感觉就很舒服。好，我们去旁边的另外一个办公区。我们现在来到第2个办公区，这边我要小声一点，因为有一个人在办公。另外一个办公区一半部分呢，就跟旁边很像，也就是有很多的共享的位置，它中间都是有插头的，很方便。在旁边过来呢，就是有点类似像办公休息区，就是我觉得是一个蛮 chill 的一个区域，是我通常在礼拜五或者是快接近下午下班时间的时候最喜欢待的一个地方，因为就很舒适。我通常都是会在沙发区，然后就把电脑放在脚上，就办公、听音乐、喝咖啡。但这里面呢，我2个位置就非常喜欢。第一个是这里，我非常喜欢这个位置，因为它旁边就有一个绿植，然后它的座位的正前方就有一个插头，它座位这边呢还有一个放咖啡的地方，非常的合适我下午自己一个人想好好办公的时候坐着。我平常就会这样把咖啡放下来，然后坐在这边，画面上可能看起来没有很 chill， 但我是很 chill 的。然后看着前面的天气，然后就这样，对，反正这就是我蛮喜欢的一个位置。我第2个很喜欢的位置就是这2个桌子，像以前在高中实验课的那个感觉。通常高中的实验室都有这种桌子，就是坐得高高的。其实它对腰其实不是太好，但我就很喜欢。我每次到了这个位置，我就会回到以前高中那种时候，然后就可以很 focus 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马上做好，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癖好吧。然后是这边。在这边这一区就是另外一个沙发区，还有一些书你可以读，或者是你可以玩棋，就是西洋棋，但是它里面好像还有扑克牌跟就是其他的一些棋类，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朋友方式。这里这么多人，你可以邀请人家一起玩西洋棋，毕竟一个人不能玩西洋棋，一个人可以玩西洋棋，不行吧？你现在看到这边就是共享办公室最大的区域了。接下来我要带你们去看我自己的 office， 还有到你们看看如果有个别的 office 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的。但是在看那些 office 之前，我要带你们看看就是这个 office 我最喜欢的地方——拼图区。我为什么这么常来这个 WeWork 办公室？除了因为有免费的咖啡可以一直喝之外，还有它有拼图可以玩。我真的是一个非常爱拼图的人。我有时候会真的想办法让自己提早下班，所以可以来玩拼图。我今天早上还特别提早进来，就是为了要拼这个拼图，我很怕被人家拼完。我之后想要买很多拼图在家里玩，尤其是西雅图其实蛮常下雨的。如果在冬天在家里玩拼图，喝一杯就是 hot chocolate 热可可，你不觉得超 cozy 的吗？我想想都觉得很舒服。好，这就是最喜欢的地方之一。第2个就是咖啡区。平常8点到5点的时候呢，这就是一个 espresso 的区域，然后这台就是 espresso machine 嘛，所以你就是可以这边喝咖啡 cappuccino latte 什么之类的都有。那它平常在这边呢，会摆一些那些糖浆，所以你可以有什么焦糖口味、香草口味等等的，可以自己加。然后WeWork 是可以带狗狗来的，所以很多人其实是会带狗狗上班的。你可以在办公室里面看到超可爱的狗狗，这边就是狗狗的零食，很多人一进来就会先给狗狗一个 treat。接下来要带你们去看办公室比较里面的部分。我们先来这一区好了。这个呢就是 phone booth， 这也算是公共区域之一。很多人可能平常要开会，这些 phone booth 就可以让你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可以开会。它的位置其实不是很大，真的就是一个人的空间而已。然后你可以这样坐在这边，电脑放在这边，关起来。好，这就是一个办公的地方。说实话，非常常客满，因为需要开会的人太多了。接下来在这边有一个 locker 区，如果你有想要放东西什么的，可以跟前台说，那你就不用把你的私人物品放在公共办公的地方。接下来
WeWork 是有很多的会议室的，大家都可以预定这个会议室的那个 App 上面，每个月都会有固定的 credit。book 一个办公室的话，那就是会需要用到，比如说2个或3个 credit， 可以 book 1个小时或2个小时，那你就可以在里面开会，在里面办公。看看这边呢，就是其中一个会议室了。它的会议室有很多种类型的，这算是比较大的一间。有一些会议室就是蛮小的，可能就4个人、2个人都有。通常会议室里面呢，都一定会有一个荧幕，那你就可以投屏。需要在上面开会议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投到上面。它还有白板的部分，需要开会写东西，也可以在这边。我很少用到白板，我几乎都用到荧幕而已。我甚至其实会议室都很少订，因为我自己已经有一个 office 了。这就是会议室的部分。这边呢就很大，我觉得它已经超过会议室，有点类似像 conference room 了。OK， 好，这边如果有人需要那种讲座类的，或者是教育训练，你就可以订这种比较大间的。那这边位置就很多。好。下一个地方，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真的进到内部了。为什么 WeWork Office 会有分内部跟外部呢？很多人真的会把他自己的公司的办公室设置在 WeWork 里面，那他就是把这个共享办公室当做他的固定办公室。那像我自己的话，是我的公司有帮我订一个 private office， 所以我也算是有固定办公室的。好，办公室之前先跟你们介绍一下，我真的很想要介绍他的厕所，是因为通常 WeWork 里面的厕所都还蛮大的，而且都是无障碍厕所，就是坐轮椅可以使用的。然后通常女厕里面呢都会有就是女性的卫生用品，我觉得非常的贴心。通常厕所里面你一打开音乐就会放得超大声，所以你知道你在使用的时候你就不会尴尬。那这里呢就是内部的一个小小的休息跟办公的区域，有的时候我也会在这边吃饭然后办公。如果我需要安静一点的环境的话，毕竟人比较少。那我接下来呢就来带你们看看我的办公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这里很像迷宫，因为很多玻璃，我到现在很常都还会迷路。现在你可以看到这边小小的一间一间，每一间都代表着不同的公司。那有些公司它是因为是固定已经在这边有他自己的办公室了，他就会把他的门换上他自己的 logo， 就比如说像这样。那有一些呢是1个人的，有些是2个人的。那像你现在这边这个就是4个人的，在这里。我的办公室呢，就是在这边。好，以1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办公的区域就是非常的足够，那个 desk 也很大，柜子跟垃圾桶。那它是每一天都有人巡一巡，然后做清理的，所以通常隔天早上这些垃圾桶都清空了，我觉得很不错。如果你有看我之前一个影片是讲就是美国前搬家什么之类的，那时候也有拍到一点点就是温哥华的办公室。我觉得北美的办公室好像长得都有点类似，至少在西雅图跟温哥华目前的 WeWork 我觉得长得都非常像。我带你们看一下就是比较大的办公室大概是长什么样子。这边你就可以看到比较大的那种办公室。其实很多公司会在 WeWork 设置办公室，它可能价格比较便宜，或者是它在那个城市虽然有员工，可是没有那么多，所以它可能会在那边设置一个小型或中型的办公室。我还在温哥华 WeWork 上班的时候，其实那个 WeWork 有很多蛮知名的大公司，比如说 Amazon 以前就是在那个办公室，在他们还没有盖自己新的办公室之前，还有什么 Groupon 跟 Expedia 都是在 WeWork 里面的。好，这边就出去。来这个办公室工作大概已经差不多将近1年了，通常还会有一区是可以让你影印啊，或者是需要有一些文具什么之类，它都会提供。我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影印区的那个地方，里面真的很容易迷路。有一天如果我找到了，我会在 story 分享，这样绕一圈就出来啦。这就是完整的办公室开箱，里面还有很多的公司的办公室，可是好像不太方便拍太多，所以就简单让你们看一下。那我之后呢，可能如果有机会去其他国家旅行、远距办公的话，可能也会去那个地方的 WeWork Office 看看。因为如果你是 WeWork 的会员，我记得它有不同的 plan， 有一个 plan 是你全世界的 WeWork 都是可以去的。我现在好像就是这个 plan， 所以我去温哥华的时候，我也可以去 WeWork； 去亚洲的时候也可以去 WeWork。我记得日本、韩国，甚至是秘鲁。
处都有办公室，非常的酷。有机会去的话，我一定会再拍那个开箱影片给你们看，看看其他国家跟北美的会不会比较不一样。那如果你今天看了这支影片，你有需要找一个共享办公室，我可以把一个 sign up 的 link 放在底下给你，你可以透过那个 link 去 sign up。这个完全不是什么广告或什么之类的，有需要再 sign up 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这集先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